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军情五处驱逐3名中国间谍，英国开始动手了吗？我们今天先讲新闻，然后我们再来讲讲围绕着中英关系、香港问题和英美关系，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个香港问题。当然，这个关于香港内部的情况，我就不做太多的分析，因为香港有很多很棒的这个自媒体，他们都在非常及时的播报香港发生的情况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内部的情况我不说，我主要是围绕着外部的情况来分析啊。那么，《每日电讯报》2月4号报道啊，英国军情五处 MI5 去年破获了3名中国间谍案，那么他们伪装成记者，那么中国的媒体涉嫌这个协助这些间谍隐瞒身份这是这个间谍案的其中一个环节。报道说，间谍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他们分别冒充了3家中国媒体机构的员工过去12个月以传媒签证入境英国，然后军情五处揭露他们的身份，驱逐他们出境那么官员认为相关的中国媒体涉嫌协助这些间谍隐瞒身份那么英国政府有意在5月开始的新的国会会期期间动议立法强化现行的间谍法和官方保密法。研究这个方案还包括效仿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消除外国政府的恶意影响这是什么？这个新闻并不大这3个间谍并不算什么。案情也没有什么特别惊悚之处，但是这是信息战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案件是去年发生，去年几月份没有说，但是去年不报，留到今年来报。那么今年报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英国撤销央视的牌照，然后英国撤销了央视的牌照，然后这个新闻就跟着出来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信息战的标准操作那么中间有个衔接点是什么？就中国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有个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是全球性的电视网络是这个大外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在很多国家都设点广播然后英国通讯管理局4号裁定吊销这个 CGTN 的这个广播执照。 CGTN 在英国执照持有人是这个星空华文中国传媒有限公司星空华文传媒公司它的牌照是他持有不是 CGTN 持有，所以他对他不负有编辑责任，所以不是合法的执照持有人，违反英国广播法规，决定撤照找了个理由把它给撤了。当然赶走央视当然是英国的采取的一个主要的行动这个行动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它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因为央视对英国产生的直接威胁并不大那么但是做出一个这样的行动，肯定背后这件事情跟间谍案有没有关系？我相信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这2件事情有关联。关联之处在哪里？可能间谍也有冒充那个央视 CGTN 记者的这个身份的可能性，但是这2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2者之间的关联就是英国政府开始要这个表明他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英国开始要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一个把这个间谍驱逐出境大家知道中国这个中国国家安全局有很多的间谍冒充记者然后跑到全世界去，因为记者是最方便的身份又没有什么可以需要考试的部分，所以在中国以中国记者名义行事的这个中国间谍非常的多那肯定也不止这3个，当然这个3个肯定是有所安排的那么英国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他的态度表明什么态度呢？他要逐步的升级了那么对英国来说，中英关系最核心的利益当然是香港那么过去英国维持和中国的关系和中国市场没有关系英国在中国市场没有太多的利益，关键还是香港香港在中国手里，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所以英国很多时候呢，他的立场是相对比较温和吧那么去年7月，2020年7月，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基本法，那么等于就是中英关系就破裂了。虽然英国方面没有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决绝，但是实际上去年7月份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那一刻开始，中英之间的政治基础就没有了，因为中英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香港问题，就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中国先翻脸，那么英国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英国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和中国翻脸，但是呢，但是他不会马上翻脸那他需要时间这就是英国人做事的方式那么特别是中国跟英国之间还是实力悬殊双方的实力悬殊，英国不会单独跟中国开打，所以他实力有限所以他会什么？他需要美国的支持。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个认知上的看法川普总统认为香港问题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所以他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只是象征性的制裁了几个官员所以这让英国非常的失望所以英国先做自己的事情，什么事情 ？BNO BNO 叫什么 ？BNO 叫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就简称 BNO。他就宣布 BNO 有新的政策，从1月31号开始，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人香港居民，那么可以根据这个新的政策申请在英国居留和工作的签证那么这个签证5年之后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然后1年之后可以获得入籍英国这就是一个很清晰的路径，就是你去申请签证，工作跟居留的签证，拿到签证之后就去英国，5年之后这个永居再过1年申请英国国籍那么约翰逊他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对于和香港人民保持这种历史和友谊的纽带感到十分的荣幸，我们是在挺身而出，捍卫自由和自治那么这个申请签证的页面在1月31号就是周日下午5点开放那么这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英国针对港版国安法采取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行动，就是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的1月31号，你看有这么长时间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那么中国也反击啊，反击就是宣布 BNO 不能用于香港出入境，也不会承认他的身份证明。但这个反击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香港居民可以有香港的特区护照、香港的身份证，所以他本来出入境就不用护照，直接拿身份证，所以没有意义啊。关键是其他国家承不承认？那么实际上其他国家都承认。然后港澳办谴责，发表声明谴责英国对 BNO 持有者提供居留的政策。他说，这个香港回归前，中英双方曾 BNO 护照的问题交换过备忘录啊。英国方面承诺不会给予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国的居留权。他还说，这个英国方面的做法是把大批香港人变成二等公民啊。那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中国自己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然后他说英国跟中国的这个备忘录还有效啊，中英联合声明都没有效了，备忘录还有效啊，非常可笑。然后说这个香港人去了英国变成二等公民，如果他变成公民的话，他有投票权，什么叫二等公民，对不对？你在香港你还选不了特首啊，所以这个中国这些话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那种稿子啊，为什么不诉求点是二等公民呢啊？好，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啊，在75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香港有750万居民啊，那么其中有540万是有资格申请 BNO 护照啊。那么从港版国安法去年7月份开始之后，香港居民就很多人跑到英国申请这个 BNO 护照，一下增加了3倍。那么截止到今年的1月中旬啊，那么一共有73万人啊，73万人持有这个 BNO 啊。那么凡是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永久居民都有权申请 BNO 啊。那么现在是这样，现在就是香港有290万人有资格申请 BNO， 然后呢有230万人啊，就是这290万的 BNO 的资格，他们有230万的亲属也可以啊。所以呢，英国方面估计在未来1年啊，那么估计会有15.4万港人前往英国，5年之内会达到32.2万啊，这是英国方面的估计啊。美国银行发表报告啊，说这个根据这个估计啊，那么如果每户平均有3.6个人，那么离开香港至少会卖掉一套730万的房子，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那么今年1年时间，那么就会有2800亿港元，也就是360亿美元，那么会流出香港去英国。那么未来5年会有5880亿港元，也就是758亿美元从香港流到英国啊。那么这些移民今年会给英国带来这个净收益啊，29亿英镑啊，约40亿美元啊。那么因为申请签证要拿一个证明足够自己和家人6个月的生活费啊，他们要有6个月的生活费，你才能申请这个签证啊。那么现在一些已经在英国的香港人正在为这些其他到香港人的人提供这个安置帮助啊。那么现在预计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主要是有学历的中产人士和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带着小孩去的比较多，现在这个情况啊。那么对于特区政府来说，他们最担心的
不是人走啊。他们经常讲，中国有一句话叫人走流港啊，是这个意思啊。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资金的流出啊。刚开始特区政府还觉得没事啊，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啊，所以他们现在有点担心了啊。英国方面的策略是什么？英国方面的策略是先动 BNO 啊。我相信英国还有若干个政策工具没有动用啊。先动 BNO 这个政策工具啊，这个政策工具有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解决它的道义责任的问题啊。英国毕竟是香港原来的宗主国，那你把香港交回了中国，然后现在这个香港变成这个样子，英国也有道义上的责任，所以用 BNO 先解决它的道义上的责任，让自己处在一个不能说道德制高点，至少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瑕疵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顺便第2个政策目标就是削弱香港啊，削弱特区政府，然后同时他还能获益啊，这是第2个政策目标。第3个政策目标就是他要尽快的行动起来，因为他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他怎么跟美国协调都没有意义，因为美国不会在英国动手之前他先介入啊。美国先介入的这个有他的说辞，但是美国肯定是要跟英国协调的，所以英国也需要采取行动啊，所以再和美国协调，然后再逐步升级啊，大概是一个这样啊。如果英国自己不采取行动，他没有办法说服美国采取行动。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你可以看英国的这个行动开始积极起来啊，主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英国和日本的外交与防务大臣2月3号发表一份声明啊，他们严重关切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那么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和国防大臣华莱士，英国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光，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2+2的视频安全会谈。那么会后发表的声明说，4位大臣重申了维护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敦促各方保持自我克制，避免进行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活动啊。南海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啊，东海是日本的战略重点。日本因为有钓鱼岛啊，南海是美国的战略重点。那么两者跟英国都没有直接的战略利益关系啊。那么当然宏观来说是有，但是直接来说是没有的。英国的战略重点是香港啊，所以他和美国协调，同时和日本搞关系啊。那么真正有实质行动的是什么？当然是派军舰了啊。那么1月4号，英国皇家海军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攻击群已经具备作战能力啊，将在5天后根据需要进行部署。伊丽莎白女王号将被派遣到南中国海，捍卫英国利益和价值观，这是英国海军让世界瞩目的宣誓啊。CNN 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攻击群或者叫战斗群，包括 F-35隐形战斗机和直升飞机，以及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补给舰准备在5天内部署啊。目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已经收到通知。伊丽莎白女王号是造价31亿英镑啊，那么他准备去远东地区，包括和美国和日本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个航母是2017年服役，全长
长280米，宽70米，排水量是6500吨，这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却是英国海军史上最大的舰艇啊，可搭载36辆 F-35B 战斗机和4架直升飞机，总成员是679人，还有250名皇家陆军海军陆战队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啊。那么目前在整个的印太地区，美军已经部署了3艘航母战斗群啊，3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是日本的是里根号，里根号航母啊，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然后另外2个就是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罗斯福号，罗斯福应该是直接从美国本土啊，穿越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来到这个菲律宾和巴士海峡的水域，然后这个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是从中东啊调到这个印太地区啊。那么如果再加上伊丽莎白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整个区域，那么英国和美国有4个航母战斗群，这是个非常足够强大的战略威慑啊，这就是英国的行动啊。那么现在的英国的战略方向大概有几个，我们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当然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和美国协调在香港问题上跟美国协调立场，采取一致的行动啊。但是这件事情需要时间，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制定它的对华战略啊，所以可能这个过程会比较长。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美国在要制定对华战略，它需要和它主要的盟友进行沟通啊，双方需要进行各种协调，才会最终形成它的对华战略啊。因为盟友的态度和立场和能够提供的资源，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香港议题上逐步升级，形成舆论啊，这是第2个战略方向。第3个战略方向就是相机把它现在的政策库里面的这个政策工具再逐步的推出，把这个议题逐步的提升起来。那么也可能会安排一些机构撤出，甚至会扩大提供香港居民去英国居留的一个范围，甚至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升级之后，会加快这些香港居民去英国的这个步伐。那么据我所知，加拿大的升级，加拿大已经开始升级了。你可以看到啊，去英国是一个方向，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都是方向，所以不仅仅资金在往英国流动，应该在往其他的这些国家流动，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香港的局势会随着中英、中美会慢慢的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大体上把这个英国方面的一个态势啊，跟大家分析一下。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抱歉，今天我们迟播了，原因是因为我时不常得去躺一下，坐不住啊，所以变成我的节目准备的时间比以前要长一点，所以我晚了几分钟啊，抱歉。那好，那我们今天进入互动啊。好，明谢金木，谢谢
魏唐谢谢，陈李谢谢。观点：英国所有的政治政策都是一张大网，针对香港的 BNO， 从97开始，在制定之前，基本把对方的所有反应都做了研判。第三世界国家经常用一些没有底线的混乱公民政策对付自己的国民，所以日不落帝国很多海外公民政策不单是为了对付中国，什么马来西亚、南非、非洲这些地方，英国的政策有应付全球不同国家的要求和作用，这就是英国的厉害之处啊！所以英国你可以看啊，英国它的很多的外交政策都做得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你不能不说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啊，非常有经验啊。观点：中共政府在海外不只有专业间谍，他们也利用资金各种渗透。有朋友在俄罗斯和澳洲都被国保找过，给予利益，让提供各种资讯，并给钱让华侨提供资金捐助给澳洲的议员，通过这种手段施加影响。还好朋友直接拒绝了。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中国电视剧《潜伏》里谢若琳所说，共产党买情报给价是最高的。想想很恐怖，如果中共继续用大量的资金买西方某些贪财的政治精英，确实对自由世界有很大的危险。是这样啊，是这样。观点：180年前，英国人用鸦片打开中华大门；120年前，英国和清政府达成协议，逐渐废止对中国的鸦片出口。40年前，撒切尔夫人签署声明，将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华民族。香港在英政府法治治理下成为全球金融中心。2021年 CCP 撕毁联合声明，5毛宣传说香港已成废港，他们也知道香港成废港啊。情况，香港金融管理局称，无银行反映计划撤离香港，也未见到资金外流，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模样，与 CCP 如出一辙。金融管理局每个月都会公布上个星期的存款数量，你只要看那存款数量就行啊，那是个很重要的数据啊。M3， 你看那 M3 就可以了啊。情况 BNO 是97年申请了才有，没有接受新的申请。我的家人当年排队很久才能到，近几年申请是过期的护照做更新。我就是 BNO 持有者，但不会立即走。OK， 能走尽快走吧。我相信慢慢的特区政府会设置很多的障碍，让你的钱会有很多的障碍，让你没办法走。所以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能走尽快走，如果你想走的话尽快走，没想走那你先做决定，做决定再走。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走的话，千万不要拖。有些书你可以去看一下，有一本书叫什么来，哎呀我嘴边上现在老是忘记的名字，就是那些没有必要。如果你有决心，你已经决定离开了，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你都已经准备离开了，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啊？观点：香港 BNO 到达英国半年便可以做英国选民。2021年伦敦市长选举都用上广东话拉票了，与其留在香港投一个没有民主派的立法会选举，不如去伦敦投票选市长。观点：有不少1997年出生的非华裔香港人，他们是只有 BNO， 他们不一定想加入中国籍，甚至不允许加入中国籍，所以他们没有香港特区护照，港府不承认 BNO， 他们受的影响很大。他们没有特区护照，但是他有香港身份证啊，
用香港身份证进出香港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就算你没有特区护照，你有香港身份证进出香港就可以了啊。观点：共产党费尽心思破坏了2个世界贸易中心，一个是上海，49年之前全世界3大金融中心，一个是香港，一个是49年之前是全世界3大金融中心，一个是香港。OK， 观点：土共的逻辑是，我有说话的自由，你们没有；我有撕毁不遵守协议的权利，你们没有啊。观点：印度和澳大利亚冲在前面，丝毫不怂；日本和英国接连发力，态度坚决；法国、德国拒绝站队，继续做生意；英国还在思考美国还在思考。印度我觉得倒没有太，印度只是因为印度跟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印度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和中国进行冲突啊，只是中印边界冲突。中印边界冲突谁挑起的？中国挑起的，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要挑起中印的边界冲突，是中国挑起的啊。习近平大概是觉得要搞点事，让内部更团结一点吧，估计是这样印度澳大利亚是非常坚定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本来是挺坚定的但是加拿大这个总理没那么坚定法国跟德国拒绝站队，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看法。什么看法？那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拜登政府上来，拜登政府很强烈的意愿说我要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我要跟我的盟友合作。那你是法国，你是德国，你会怎么样？我肯定要给出一个价码嘛，对吧？我肯定要给出个价码，拿出个姿态嘛，否则我怎么得到我最大的利益呢？对不对？当初你那么伤害我，现在你一换政府，你说要合作，我也跟你合作，我肯定要谈你的条件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德国跟法国的态度很明显是在提高自己的要价所以我说，其实美国很多时候要跟他的盟友协调，才能制定最终的战略。你想一下，是不是啊？做生意，那就算翻脸，大家应该明白这一条，就算是翻脸，中美翻脸，中美政府翻脸，中国也不会把美国的企业赶走。为什么？他赶走，他对他损失大。你想一下，同样的道理，法国政府也好，德国政府也好，跟中国翻脸，就算翻脸，他也不会把大众赶走。大众赶走，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做生意政府就得跪下，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他只是做个姿态吓唬你一下，他真会这么干吗？不会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这些人会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啊，他也是火中取栗而已啊。观点：王先生带病坚持直播，钦佩啊，谢谢啊，谢谢支持啊。观点：中共中央统战部前身就是中共中央对敌作战部，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中共的敌人，所以统一战线，渗透各种统战手段，是共产党一直在做的事情统战部的前身是对敌作战部吗？我不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研究一下情况越来越体会到王先生作为职业新闻人的素养和专业，和作为一个有普世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的人的正直和善良。大选结束后，某个海外自媒体公司老板亲自上阵，不是监督美国新政府，而是开始宣传中国的实力和不可抵御，甚至为习近平说话。他的观点竟然是美国没有实力跟中国保持敌对和抵抗，
态势啊。想想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估计也看不到中国的改变，我感到悲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啊，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听这些自媒体的节目，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浏览一下，看看大家在做什么题目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看他们的节目，所以我不知道是谁。那现在是这样，大选之后啊，那么基本上是有一部分的川普支持者的媒体，那基本上还是没有面对现实啊，就是说，甚至还在继续传播这个拜登的这个就职典礼是假的，现在实际上已经等等这些谣言还在传播这些谣言，我觉得已经失去了作为这个媒体的基本的新闻事实的认知啊，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叫新闻机构呢？所以，反正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事实是什么啊！我不能够，就是说点名说谁不对啊，我们不能这么做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啊，不能够埋在中文媒体的信息里面出不来啊。如果埋在里面出不来的话，你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判断能力啊，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所以我讲了很多次啊，我希望很多网友要多看一看，不是自己喜欢的媒体，包括我的也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多看看主流媒体。什么叫主流？其实我不认为有主流，你可以看看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啊这样的，《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啊。就算你是骂他是左媒啊，骂他是白左，你去看看他说什么啊。在新闻事实的处理方面，这些美国的这些大媒体是非常严谨的，他们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可以看新闻事实啊，好不好啊？这个我还是劝大家多看看更多的媒体啊。我没办法去采访，所以我只能够就事实本身进行评价分析给大家听啊，这是提供另外一个新闻服务啊。观点，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观，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全儒的绥靖思维占主导。此外，还有一些近几年移民过来的中年人，离开中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自由的生活，但因为未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所以还是跟中国做生意以换取财富。他们对6·4和海外名誉非常不以为然，言语轻慢，他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很有意见，却又往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误读西方的种族矛盾，一知半解，思想同样偏激。我是觉得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啊，每个人你看一下我们的视野就这么宽嘛啊，你不可看后面就看不到了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每个观点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形成的，包括我的观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看一些其他的媒体，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这个维度更多，你可以看到面更广。那么中国人的这个视野相对会更狭窄一点，原因是一个是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固守的角度，中国人固守的那种角度，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啊，我还是会固守一些角度，所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认知这个世界非常重要啊，要开放，真的要开放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思考，独立思考啊，多想想为什么啊，特别是对一些喜欢做预言的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理论上来说，
新闻媒体不应该做太多的预判，因为我们只可以做分析做一些分析，太多的预判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新闻工作者不是做预判，新闻工作者是告诉大家现象，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甚至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推测，但是预判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对喜欢做预判、喜欢做跟观众、跟网友打赌的这种媒体，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问，请问王老师，关于租界99年或者100年决定主权国是否丧失主权，是否会影响英国帮助香港问题的程度呢？已经没有这个议题是不需要讨论，因为1997年英国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那么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就是说租界是界限街以北，新界那叫租界，界限街以南其实不是租界99年是租界99年，九龙跟港岛是英国领土，不是租界，没有时间限制。英国当时是觉得，如果把这个租界还给中国，但是这后面这部分不还的话，香港其实是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办法运作，所以就所以保持它的完整性保持它的可运作性这还是英国人的态度吧？我觉得英国人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嘛。那这个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已经不会影响这件事情的属性了明谢，晴，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明谢一下 Jack Han， 谢谢。